儿子出生后，他把家里的积蓄都败光了，我对他真的是心灰意冷。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庭，而且我也弥补了自己的过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还要一直喋喋不休。我觉得我跟孩子在他心目中一点都不重要，他现在又要走，还不如离婚算了。2个孩子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家，怎么可以说离婚就离婚呢？这是一场婚姻危机，掌声有请这对夫妻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张先生34岁，来自四川待业；女嘉宾白女士34岁，来自四川餐饮主管。来，有请2位，有请。欢迎2位哈，是您要离婚对吗？对，我不想跟他过了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我们一家人在他心目当中的地位不知道算什么。现在呢，他又要说去考什么远航证，一走就是9个月才回来，把家庭所有的托付给我，我觉得我真的受不了。其实我去考这个船员也是想让他们过上好一点日子嘛。但是你妻子就觉得你是不负责任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结婚10多年了，我一直都没过过好日子，一直都没过过好日子。说说吧。本来这门亲事呢，当时我妈妈就不答应的。那时候她家里面条件呢也不是很好，我妈妈就觉得你跟他在一起肯定会不幸福的。你母亲是反对的，对，但是您是毅然决然嫁给他的，是吧？你们谈了多久恋爱结的婚啊？从朋友介绍到我们结婚可能1个月，相当于说是闪婚吧。哦，就1个月啊？结婚的理由是什么呀？因为当时我觉得吧，他人挺勤快，对我也挺好。回忆起这一段，我看您还是挺幸福的，是吧？后来呢？结了婚之后呢，我们2个就一起去外面打工啊，去深圳。2个多月之后呢，发现我自己有小孩了。哦，怀孕了。然后我就回了老家。他一个人在深圳。到我生我女儿的时候，他回来了。回来了之后呢，我把女儿生了，他又走了，总共相当1年多吧。我们在一起相处就4个月。那时候分开的原因是什么呀？因为刚结了婚，然后我结婚的时候家里面那个时候没钱，然后我是向我亲戚借的钱，但是有了小孩了，他就回来了，我一个人在外面打工也不行，反正在外面也挣不了钱，我就回来了，还是在家里面一家人在一起好一点。然后我在家里面我就跟我老婆商量，我说我们是不是在家里面做一点小生意。说到做生意，那时候还不是我去找我的亲戚朋友借的钱来做生意啊。借了6万。做什么买卖呀？就是餐饮行业，他一直帮别人炒菜嘛。钱借着了，但是我们的亲戚朋友都觉得我们2个太年轻了嘛，没给我好话。他说你们2个做生意不要做几个月就不做了哟，到时候别人说闲话可能不好听。当时他们说了这个话，我跟我老婆2个其实也很伤心的。那个时候我做起来也没让他们失望，我们做的还挺可以的。饭店生意不错是吗？是，生意也不错。当时我就觉得好幸福。但是我也不愁辛苦，真的是起早贪黑，从来都没抱怨过什么的。生意那么好，把那个借的钱就还完了。而且我还剩了5、6万块钱。但是不久，我发现我又就是怀了我的第2个儿子。有了小孩的时候，也是我坚持要的。他一直就说怕耽误了生意，因为我们刚开始做。他那样坚持，我就只有依着他。然后我就回了老家，生了我的小儿子。坐完月子回来，发现我5、6万块钱啊，全部都被他花光了。不是1个月？对呀。干嘛去了？怎么说？在我们那里来吃饭的人也挺多。我看见他们做事又没有我辛苦，挣钱比我挣的那么容易哦。那个时候肯定就是我异想天开哈，我就想我去巴结一下他们，然后我就请他们吃饭啊，出去玩啊，肯定也花了一些。他花了那么多钱，本来就是我2个一起辛苦挣来的钱，你一个人拿去全部花光了，我说了都不能说。他每次我一问他，他就向我发火，而且有时候争吵的时候呢，他就会推我。其实那个时候推我一下子就走。我的情绪也不好，因为怎么说，
确实那个钱是我们2个辛辛苦苦起早贪黑挣来的，又在我手上被我自己这样糟蹋出去了，我心里也挺难受的。但是每次一到晚上了哦，他就找我说这样说那样的。到现在来想，我肯定很理解他哈。在当时情况下，我肯定也是一肚子的气。这事儿过去也应该很久了，对吧？发生这么多的变化，肯定我很难接受，是吧？想到当初我妈妈不答应这门亲事，我觉得她跟我妈妈说的那些漂亮话全都给忘了。饭店不是还在吗？那就好好过日子呗。是好好过日子啊，但是我还是觉得他人变得不够关心我们一家人。我有一次感冒了，我起不了床，还是他的舅妈和我妈妈一起把我送医院的。他舅妈叫他来看我，他不但不来看我，还说了一句什么话？他说：“不就是个小感冒吗？”年哦，什么叫1年不如1年？相当于这段感情我都憋了10几年了。哦，怎么1年不如1年了呢？现在是个什么情况？一点也不关心我，不关心家庭，不关心小孩，女儿生病了他也不关心。我不是看见有你在那里吗？你说小孩？出什么的？我也没有空下来。其实真心的话，我也在反省我自己。你还在说儿子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回来，其实我也想回来，有事怎么说？15号我就跟你说了，19号我打电话给你，我说你去哪里了？你和你朋友玩了这么多天，你都不回来吗？儿子明天都生日了，今天19号，我说我还要上班，你不回来啊？你猜他怎么说？他说我都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哦，他又忘了。不是，那你干嘛去了呀？怎么说？就肯定是我也许是太大意了，我确实是忘了。哪里太大意？你根本就没把我们家庭放在心里过。所以说，我觉得现在这段婚姻我真的没办法经营。啊，听明白了。你是怎么打算的？考远航证？
我打算就是把远洋证考上来，然后在船上工资比较高一点。是做厨师是吗？对啊，然后我就是说去那上面再挣个2-3年，有本钱了，我再回来一起再做一点生意，就不分开了。哦，其实说真心的，我也不想分开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你现在当厨师不是一样吗？我想的是，我欠了这么多外债，我肯定想的是早一天把它还清。我说还是钱能挣少一点吧，家庭一家人在一起好一些嘛。他不甘心，我觉得他就是好像这种失败了，又想着下一出。所以说这个婚姻是你不想要了，是吧？我觉得他，你是没办法过了，不想放手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既然你陪我风风雨雨13年都过来了，你可不可以再过个13年看一下？他说叫我再看一下13年，你觉得13年好长？啊，本来我这13年就不好过，还要叫我再过13年。其实说实在的，我老婆，我真的我不愿意放手的原因是怎么说啊？她也算是个女强人那一种的啊。说难听点的，这13年我真的是挺亏欠她的。我没有给她一个完整的婚礼，也没有给她像其他女人那样小客户那种。在开餐厅当中，我那个时候跑出去玩了，给人家家里面丢下来的事情，差不多也是他自己一个人做出来的。所以说我为什么我不愿意放手？我今天在这里给你承诺一下，老婆，以前是怪我做错了。我知道我没有跟你像其他女人那样过上幸福的生活。哎，我想问一问啊，你指的跟别人出去玩，这个玩是指什么？我喜欢出去钓鱼，一钓鱼钓几天就不回来。我没事我就喜欢跑出去钓鱼，我跟朋友。你家里不是还要餐厅还等着你掌勺呢吗？他不管有没有师傅掌勺，他就不管的。哦。我还学会了炒菜。啊，厉害。这个经常去钓鱼吗？每天中午就会去钓一会儿。每天中午都会去钓鱼，下午就不回来了。差不多。差不多，就是说您在自己家的饭店里面掌勺只做半天，所以妻子觉得压力好大，是吧？啊，哎，是不是那会儿他不在的时候，觉得自己膨胀了呀？是个小老板了，有那感觉吗？那个时候有那种感觉。这次到重庆，15年到重庆是想把买卖做得更好，挣更多的钱，是吗？对的，对的。啊，没想到那么难。是。那你这个想去这个远洋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我只是想早一点把我们的债务还清。是不是你觉得你现在的手艺，你能做到最好的就是出海，这是能够挣最多钱、最踏实的挣法，是还是不是？照目前看来应该是。也就是说，你碰了一圈壁之后，你觉得你尽最大的能力要做的，这个相对是靠谱一点的，是这意思吗？这个应该工资高一点。您是不同意这个的，对吧？那您觉得以现在的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现在的这种状况，最好的方式是什么？我觉得无论他挣再多钱，我都不想跟他过了。一个男人不体贴自己的老婆，你觉得还有什么意思啊？挣再多钱有什么意思？所以您要的并不是钱，是吧？对呀，所以说外在这些什么的，哪怕是我跟他2个把分离了，外在我一样可以跟他分担，我就要离婚。2个孩子知道你们闹得这么厉害吗？他们不知道的。就是爸爸每次不给他们过生日或者不来的时候，我就会撒谎。你说什么？我就会说爸爸特别忙。我说妈妈陪你过生日是一样的。那来了这儿，孩子不都知道了吗？知道就知道，迟早就会知道的。那这离了婚以后怎么整啊？征求2个小孩的意见呗，因为他们也有那么大了。如果他是愿意跟我，或者是跟他爸爸，2个小孩跟我也可以。大体听明白了，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。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你丈夫曾经是个厨师，他厨艺怎么样？我觉得炒的菜很好吃。你刚才说你失业了，
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个是有一技之长的人自主事业，你有自己的双手，你可以做得很好。这个家通过你们2个人的努力是可以很温馨很幸福的。我说的武断一点，真的是被你败掉的。儿子的生日是哪一天你知道吗？你还在考虑女儿生日是几号，妻子的生日是几号，你知道吗？你像不像一个丈夫？你的核心问题就是一碰到烦恼，一碰到问题，你就选择逃避。开不了餐饮店，一个厨师还会饿死啊？还让自己的妻子一个人在外面赚钱，你在家里自主事业，还很好听，我事业半年了。这半年当中，你完全可以去干一份活的。你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你就要从这种逃避的心态当中走出来，面对现实，面对生活，面对家庭，做丈夫的，明白吗？好，谢谢伯辉兄。其实一开。矛盾都解决不了，所以外部矛盾就更难解决。就如同刚才你说的，曾经跟亲属借钱的时候，亲属是不看好你们的，但是你们为了赌这口气，赚了钱了，做好了。但是现在矛盾出在你们之间身上了，所以我想呢，女方在这地方呢，也应该考虑一下，你在这个环境当中，没给对方一些安全感，让对方失去了未来动力的这样一个信心。既然想离，你早就离了；不想离，还觉得他还有可改的地方，所以多少内心还留有点期待。但这种期待不是在那里坐着等和指责而来的，而是希望说，即使在这样一个看似不太成才和有动力的人身上，也尝试给他一点鼓励，给他一点认可。毕竟他也不是一无是处。
那么毕竟还有2个孩子，借助孩子的亲情的关系，让他慢慢的回归到这个家庭，而不是采取逃离的方式，少争执，少吵闹，过去的事情该放就放一点，2人合起心来，共同做点事儿，先从小钱开始做起，从掌勺开始做起，从小店开始做起，再试一段时间，兴许可以有转机，好吧？好，谢谢于老师。刚才老师问你说，你记得2个孩子的生日吗？你是不记得的，对吧？人若忘本，必将前功尽弃。你是个忘本的人。会忘本的原因就在于你总是光打雷不下雨，你总是在说你要重视这个，你要重视家。
和整个抱怨的改变可能会好一些。你也琢磨琢磨这事儿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老婆，我觉得我就像个孩子似的，这13年，我想我也应该玩够了，我应该也长大了。相信我，从今天以后，我要做一个好丈夫，要回到这个家里面来了，我再也不到处跑了，我要陪你跟我们的2个小孩，请你给我这个机会。这么多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，你叫我现在直接说给你机会的话，我觉得是好难，你让我再考虑一下吧。火，啥意思？这是您放的，是，苹果还是梨呀？梨。什么意思啊？因为在我来这个节目之前，我就那时候就想的就是，无论怎么说，我就是想跟他2个离，说也说不清，我就拿个离来表示我要和他离。哦，你送的那什么意思呀？不是要去跑船了吗？啊，不管我在哪里，我跑多远，只要我在这个家里面，我就要当个车头士一样的，带着我这个家庭一帆风顺的走下去。哦，听明白了，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让我们看看这对夫妻自己的选择吧，请开门。你知道你那梨少带一样东西吗？带把刀来，切一半儿，那叫分离。不离了，揣起了。啊，不离了。人家没说不离呢。不离了。行，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谢谢啊。我们见证他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。